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紫肖战余生，请多指教。今晚开播，两大顶流压轴，甜剧还能出爆款吗？说到近些年的国剧年度期待，不得不提它。一众原著粉和演员粉，从开拍到第一次定档，等待、失望，继续等待，终于今诚所至，今时为开。等到了余生，请多指教。今晚湖南卫视首播，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立个 flag， 这可能是今年小屏幕最纯的一对 CP。不信，打个赌，看多少人能活着离开这三个场景。顾魏林之校相遇不相识，嘴角开始上扬，两人慢慢靠近，心跳逐渐加速。顾魏终于忍不住暴露出姨母笑。杨紫加肖战，光是这2年的同框舞台，观众已经嗑得鼻涕眼泪一起流。什么时候他俩能在电视剧里谈完这场甜甜的恋爱？但也有原著粉提出，这故事好像和原著不太一样。的确，原著作者柏林石匠用代入感满满的第一人称，讲述了平凡女孩林之校和医生顾魏平淡又真实的都市爱情童话，就仿佛一部细腻的爱情日记，除了相识过程，大多是甜蜜日常。原著粉会说照着拍，我死磕。但从更注重私人体验的小说到大众化剧集，剧情、主角人设改动，其实在所难免。而且，随着甜剧观众审美疲劳，出爆款的难度系数越来越高。在这一背景下，历经曲折终于推出的余生，无论从 IP 体量、演员阵容等多方面因素考量，它是第一季度最有热剧香的甜剧了。但高期待从来也是双刃剑。另一头，一场大剧收视大战已经一触即发，就在1月14日同天，另一部年度玄幻大剧与君初相识。另一部同类型甜剧影帝的公主官宣定档，而集合两大事后的新居，早在不远的1月17号等待。甚至主演肖战自己的军旅剧《王牌部队》也即将登陆深圳卫视、安徽卫视、湖北卫视2轮播出。两大流量明星，一个王牌 IP， 一部万众期待的甜剧，到底能否成为湖南卫视又一把王炸？是时候提前体味一下那爱情的微甜、酸涩，还有回甘。故事，一部甜美爱情日记。先来个故事开场。男女主第一次怎么见面？一间餐厅，女主林之校躲避相亲，一直躲到顾魏的衣服里，接着回头一句道歉：“你好，大哥。”瞧一瞧肖战饰演的顾魏那关爱迷茫女青年的眼神。等等，我是不是追错了剧？但接下来一品，好像味道又对了。这边林之校对顾魏的印象是极度的正经、刻板、洁癖狂、小白脸，而顾魏一把拉住林之校，请他别再练琴了，因为声音真的很难听。这两位的对话，那真是每一步都精准踩在对方的雷区。这背后不正是甜剧的微甜，欢喜冤家的斗嘴，淡淡的心动感，满满的生活气息。但甜剧虽然以撒糖为第一要义，以甜为核心卖点，故事情节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撒糖不可以胡来。男女主角的情感递进还是需要有最基本的起承转合，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再迎来大团圆结局。假若一开始就甜分太高，之后可能会难以为继，甜蜜来得太迟，消耗观众过多的耐心。余生的故事正是建立在一场意外之上。男女主搞笑相遇后，下一次见面就是在医院了。在林之校即将大4毕业，准备好追逐梦想之际，一则噩耗瞬间将他打懵。父亲因患癌症住院。原本杨紫饰演的林之校和夏志清饰演的父亲林建国前妻也是一对冤家父女。林之校想要独立，
林父却事事都要管着女儿，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林之孝不生活坠入深渊，男朋友因此分手，而肖战饰演的外科主刀医生顾魏成为了林之孝父亲的主治医生。由这个故事起点，每一集都有情感波澜的名场面，男女主角对彼此的认知和情感也呈波浪式增长。但甜就是甜剧的全部吗？不，从原著开始就抓准年轻人爱情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时间。注意剧中林父对他说的一句话：“爸爸不能陪你一辈子了，余生有人走，有人来。”便是他们在生活中学到的重要一课。男女主如何面对残酷的生离死别，一定是剧集中重要的部分。这也是剧集的一道附加题，即它不局限于言情偶像剧甜蜜的恋爱，而是与生活剧叠加，将甜爱与青春的成长魔力结合起来，既增加剧集的看点，也开拓剧集的格局。余生只有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做选择多难，所以余生既是一出轻松中隐含沉重和隽永的爱情小品，也是一则温暖的都市成人童话。二、演员两大顶流的演技挑战在于日常。故事开始前，先来品品三种眼神，动过情的人想必熟悉。第一种，试探，总忍不住偷看他，甚至吐槽他。四目相对了，又匆忙移开视线。第二种，心动，在暧昧掩护下的口是心非，比如林之孝在闺蜜三三的爱情指导下，才瞬间领悟，你是说顾医生喜欢我？杨紫那后知后觉的呆萌表情，让人忍不住扑哧，却又下意识嘴角上扬。第三种，坦诚，尤其是两人放下防御后的真诚炽热，顾魏下跪说出的那句“林之孝，你愿意嫁给我吗”，掩盖忐忑，露出真挚的眼神，却不小心被自己的眼神出卖，因为满眼都写满钟情。这便是余生的微甜，没有无限发糖，只有感情的不断积蓄、渐进、爆发。看来靠谱了。不够。再从甜剧的3项指标挨个考量。甜剧的第一准则是看脸。甜剧里，颜值就是正义。好看的人谈恋爱，恋爱才会好看啊。余生里肖战和杨紫的颜就不必多夸了，至少这样的颜老少咸宜。第二个准则是演技够用 ，CP 感够强。许多甜宠剧为降低成本选了新人演员。但不少颜值不行，演技更尬。对比之下，余生就显示出他的优势来了。杨紫虽然被苛责总是饰演同一类型角色，但换个角度看，也能看出她的确颇为擅长塑造那一类性格大大咧咧、骨子里善良又坚韧的女生，与角色贴合度高，少女感强。肖战一路从《陈情令》《王牌部队》走过来。演技越来越娴熟是肯定的，虽然这是他3年前的作品，但肖战最善于的就是沉浸式表演。一旦完全进入一个角色的世界，往往有超乎预期的表演。从物料中，肖战演的顾魏依旧保留着一种珍惜的少年感，也释放出的介于学霸与暖男之间的那种温柔气息。总结一下，两个演员观众缘不错。演技够用，情感互动时 CP 感够足。第三准则是人设讨喜，最好有创新。掰开来说，偶像剧里的人设翻来覆去就那几样，男主角要么是霸道总裁，要么是超级暖男，女主角要么是灰姑娘，要么是小白兔。重点其实不在于剑走偏锋，而是如何让观众理解这些人物。杨紫饰演的林之孝是一名音乐系大3的学生，主修大提琴的他，活泼开朗又仗义，善良又风风火火，标准的人间小太阳。肖战饰演的顾魏则是高冷医学男神，高颜值加医生天职加禁欲白大褂，但骨子里又是温柔的大男孩。两个人性格针尖对麦芒，
许多互动戏都是相爱相杀，在制造欢乐的同时制造甜分。甜宠管够，但我更想说的两个人物的隐藏人设，前者曾经不管不顾，一心往前飞，但经历家庭巨变后，发现那拉琴的手在抖。他表面上坚强、执拗、不撞南墙不回头，但他的另一面又是那么的脆弱、敏感，害怕失去父亲。顾魏呢，表面是高冷无敌的男神，但一次医疗事故留下的阴影，险些将他压垮。平日里他掩藏得很好，但注意预告片一个场景，面对一个患者的逝去，他几乎丧失理智，崩溃咆哮。坚强与脆弱，两种极端的情绪，完美的杂糅在一个角色的身体里。说到底，这是两个同样遭受挫折，却又心向阳光的人余生的故事，其实也是两个人在世界里找到对方，余生相互指教、相互抚慰的过程。观众还很容易注意到，余生是一套阵容非常新的剧集，几乎没有找老戏骨来压阵，主要配角除了林家父母，几乎都是新人演员。比如林之孝的闺蜜三三，敢爱敢恨，林之孝爱情背后的重要推手，饰演者是李牧尘，代表角色是司藤里的沈银灯。不像，看造型是那个讨喜的三三了。剧中他和风流倜傥、玩世不恭的富二代顾潇，应该也有一段感情线。顾魏在医院里有一个同事高希，副院长的女儿，优秀冷静聪明能干，顾魏最好的搭档。扮演者是《破冰行动》里饰演马文的马瑜杰，从飒爽女警变冷峻女一，演技妥妥的。这个喜欢顾魏的角色，大概率也是林之孝追爱路上的最大阻碍了。看上去支线不少，但余生一大特点就是，虽然男女主都有各自的感情线，但却没有国产爱情剧常见的多角虐恋。相反，故事始终集中在男女主的爱情上。相比多角恋情，掺入的家庭与梦想、痛苦与抉择，才是男女主爱情路上的最大挑战。当微甜被封存，开始冒泡、发酵，并蒸腾出一丝酸涩，那才是生活中的爱情。而男女主打动观众的关键，也不在其情，而在日常。3. 甜宠，一部甜剧的自我修养。导演吕莹之前口碑最佳的作品是白宇的《忽而今夏》，一部高过8分的爱情剧。由那部剧，大概能猜出这部剧的整体风格。有爱情，也有现实，但爱情不就是这样？道理都懂，但余生的好多事，只有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做选择多难。遗憾才是生命的底色。如果当时表白就好了，如果把误会说开就好了，但也是遗憾让爱情如此珍贵。因为命运越要决堤，越需要爱情的堤坝。命运越是辗转，就越渴望去爱与被爱。从余生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医院开始，就难以绕过生命中的失去。但好就好在，原著之所以动人，就在于不用虚构的狗血去放大你的遗憾，反而它不逼你哭，不逼你虐，只让你安静地反复咀嚼，体会生命的回甘。这也是余生最令人期待的地方。作为言情浪漫偶像甜剧，剧集的目标受众很明确，原著粉、男女主粉丝、女性观众。故事绕开了古早偶像剧车祸、绝症、治不好等9曲18弯，但不是直接给观众撒糖就够了，而是为观众制造一个甜甜的梦。这个梦甜不甜，才是决定剧集成败的关键。一部甜剧的自我修养，在于经得起细品，在于帮我们换回那些遗忘已久的纯真浪漫。这一点其实比爱情故事本身更加珍贵。余生虽然面对与君新居的竞争，但观众并不完全重合，即使部分重合，碟波依然可以出爆款。真正的关键在于他自己。高热度的偶像甜剧，一方面容易冲出高热度，剧集一夜登顶将是大概率事件，
但也容易出现普通观众的反噬。到底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余生自己了。说到底，任何爆款预定的命运，都想一场和观众未知的爱情，面对未知的混沌未来。甜也好，痛也好，郁闷也好，坐下来，投入故事，相信童话。很喜欢预告的一处细节，顾魏问1+1等于几？原著中，林之孝老师回答的是2。杨子认真且笃定3。是什么让2变成了3？余生，请多指教。